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的来宾，沈富雄委员、戴伟山发言人、尹乃菁小姐、费鸿泰委员、林佩祥委员、林国成委员、叶庆元律师。好，那么贺锦丽团队24号公布了有4页备忘录，说在100天里面打败川普，什么策略？100天啊。那主要的呢，他是说呢，要聚焦在中西部的蓝强3州，就是共和党的3州了 ，Michigan、Wisconsin 跟宾州，对，那是共和党比较坚强的。如果他能够拿下这3州，然后顺着五大湖摇摆州，然后呢，这个就算川普拿下 Georgia、跟 Arizona 还有 Nevada， 他都有胜算。这看起来就是都是摇摆州，其他都不重要了。就是美国这选举赛事。选到最后呢，其他的选民不是都是随便了，投心酸的，投心酸，只有那摇摆州很重要啊。那现在找副总统也要从摇摆州找啊。范斯，美国共和党川普的副总统提名啊，他说贺锦丽没有生小孩，没有办法治国，结果贺锦丽的继母跑出来了，不是他的继母，他的那个继母的身份，对，以继母的身份，就是那个他先生的前妻跑出来。他说贺锦丽虽然没有生，但对我的孩子很好啊。我们常常3个人在一起养啊，这好难得哦，不容易啊这不容易哈。他说我贺锦丽是以继母身份跟丈夫一起抚养2个小孩，所以这点是会让人家感动的哈。那另外呢，这个贺锦丽异军突起，所以共和党现在阵脚大乱川普就乱轰一套所以有可能把选民都丢了。选民这总统现在怎么乱讲一通哈？共和党里面警告说不要攻击种族或性别，这很重要。种族你是怎样，你都不要 minority 性别女性都不要了同性恋都不要了不要攻击嘛，你攻击干嘛呢那说奥巴马要支持了，奥巴马到现在没有表示支持，奥巴马只是肯定拜登，但是没有说要支持贺锦丽说这个奥巴马要力挺川普呢，本来要跟贺锦丽辩论，现在好像也打退堂鼓了，就说你等到提名再说，你还没提名啊，你根本不是候选人为什么要跟你辩论呢？等到你正式提名以后再说他说民主党人可能改变主意搞不好都是别人不是他所以他不要跟他辩那这个64%的受访者认为说，川普可能还是会赢，就是大家觉得贺锦丽是不错，但是川普呢可能会赢我们看在这个摇摆州里面，现在看起来只有在 Wisconsin 打平，其他这个 Arizona、Georgia、Michigan、Pennsylvania 基本上川普都赢一些，但是呢比拜登的时候已经赢得少了就是已经这个贺锦丽追上来一些那纽约时报说贺锦丽帮助民进党缩小拜登辩论失败以后2个人的差距那另外呢，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到美国国会去演讲，贺锦丽不主持，但是有接见他，他说我不会保持沉默是说呢以色列有权自卫，但如何做到这点很重要，我不会保持沉默认为现在应该是结束战争的时候，不要再打了。我们看一下。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宣布争取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川普风格不变。Kamala Harris 贺锦丽获得有200万名会员的美国第2大教师工会 AFT 支持，在休斯顿出席 AFT 活动时，他直接对共和党呛瞎。We are in a fight for our most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to this room of leaders, I say, bring it on. 贺锦丽给这场选战带来新样貌，第一支竞选广告背景音乐是碧昂斯的《自由》，为自由而战也是贺锦丽竞选主轴，关注枪支暴力、医疗健保和堕胎等议题。We choose freedom. 而人在巴黎将为美国出战奥运的金州勇士球星科瑞更直接表态力挺贺锦丽。Vice President Harris is primed to bring her energy to this campaign and hopefully if she's on the ticket winning the election, like it's a big deal.
纽约时报最新民调，在可能选民中，川普和贺锦丽的差距，从6月川普领先拜登6个百分点，到现在几乎和贺锦丽持平。如果加进独立参选的小萝卜甘乃迪，贺锦丽有44%，川普是43%，都在误差范围内。尽管现在看拜登退选实际效应还太早，但还是反映出一个趋势，那就是贺锦丽在女性、西语裔、非裔及年轻族群的支持度都大幅增加，而川普则是继续获得基本盘支持。Previously agreed upon September 10th debate. He agreed to that previously. Now it appears he's backpedaling, but I'm ready. 老沈今天很兴奋，为什么？今天因为我们台湾的政客都得低温，你知道，低温了。美国是厉害，这贺锦丽是由斑鸠了，由斑鸠一路要飞到枝头变凤凰。所以政坛是非常险恶的，所以这一方面我是恭贺你没有当选副总统，因为我当选了以后前途就难料了。那拜登退选的那一天呢，我有讲，民主党的选情是从安宁病房换到加护病房，安宁病房是死路一条，加护病房还可以一搏，但是我改变了，我觉得我的看法太悲观，我觉得他们从安宁病房换到加护病房的路上。决定不必进去了，我们没有那么渣，我们没有生命垂危，甚至到了普通病房的门口，已经说为什么要进去？我们又不是病人。所以现在民主党的选情跟川普比起来，几乎可以在台大医院的外面的草地上，干嘛修武啊？可以比武了。我觉得是两个是几乎相当。我觉得贺锦丽的突起的。爬起来是超乎很多人的想象，因为贺锦丽平时我们不能说她像麻雀了，因为她块头大，说她麻雀比喻不当。但是呢，在这个老鹰的羽翼之下，我觉得她比较像斑鸠。斑鸠你听有台湾的叫做斑嘎，因为斑鸠的羽毛不亮丽，斑鸠是一个很寻常的鸟所以呢，它看起来就是普普通通的一只鸟。而且没有人说他有什么表现，郭正亮还到处骂他，说他不懂国际政治跟外交情势，还说以贺锦丽的背景，又是黑爸爸，又是印度妈妈，又是什么什么，民主党提他一定大败。郭正亮这一点，我跟他完全持相反的看法。我觉得贺锦丽自从变成大家都认为非他莫属以后你看一行都有风。目睭有神，满脸通红，走路色面多好，你要学习你这个年轻人将来就要学习他。你看他拥抱，他抱人家，你看那个姿势多自然，这起来讲，真正有色面了。所以忽然间2天内，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忽然间从斑鸠一路飞上枝头，准备要变凤凰了。所以这了不起了不起。这个叶律师你是宾州大学的博士嘛，对不对？对。宾州为什么是个摇摆州？宾州以前传统上其实是蓝的，但是上一次川普跟希拉蕊在选的时候，很令人讶异的是，他居然拿下了宾州。那事实上那个时候大家就在说，这个川普他其实应该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拿到一些内部的数据。好，所以他其实，在选前大概1个礼拜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注意到说他还在宾州选举。好，那时候我们大家就很纳闷，说宾州你稳输的，你去干嘛？就后来就非常些微的差距拿下了宾州。好，所以那一次他赢了，但是后来拜登又把他赢回来，所以宾州以前并不被认为是一个摇摆州。好，但是这个上一次川普做到了。好，那所以其实我自己心里在想说，如果以现在这个局面，我如果是这个 Harris 的话呢，贺锦丽的话，我应该会选宾州州长。好，因为 Shapiro 他本身他是民主党的，而且他对他的民调非常的高。所以他如果放在这个 Harris 的 ticket 上面的话，应该有助于拿下宾州。那拿下宾州，大概基本上民主党的势大概就稳了一半了。我补充一下，所谓摇摆州6州到7州这里头又分成人口少的小摇摆，对，跟人口多的大摇摆。那小摇摆传统上，比如说 Arizona、Georgia 这些是共和党的。但是大摇摆的宾州威斯康星这民主党的，为什么变摇摆了呢？就是市场自由化以后，他们的传统工业没了。这个我硕士是在芝加哥念的，
这个西北东北就是 Michigan， 这个在正北啊就是这个 Wisconsin， 这两个尤其像这个 Michigan 都是工业城，很多大工业城，所以失落的中产阶级这两州是有很多的人口，所以我觉得贺锦丽啊重心若在摆在这两州啊，再加上宾州啊，我对他反而是看好。当枪声响的时候，那一个礼拜哈，我跟我们这个硕士班同学有一个群组啊，哇，大家都我看大部分是支持啊，这本应该不能讲说支持，是反对川普的人，哇，很 upset， 你知道吧？这个就感觉那种情绪不，可是这几天哦，刚好反过来了，我觉得反过来。换句话说，贺锦丽我觉得有拼头了啊，有拼啊，而且你看他的募款，短短的哇，一下子拿募款8000万美金啊，这个一天哦，所以你看美国募款的记录里面，一天可以募到8000万的不多的哈，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是有一个看头了啊。当然，川普大家对他不放心，就是他的个性实在是 unpredictable， 就是你很难去预测他啊。我是觉得，当一个美国的领袖，当世界上的大国的领袖，最好还是比较稳重一点比较好。可以讲，我觉得像目前看起来，从所有的报告跟所有的新闻看来，就是美国现在目前可能是比过去4年或8年还要更 divided， 还要更分裂，变成是说，在这种所谓的两极化、民粹主义之下的话，只要是这个候选人没有太差，他基本上他都会拿到45%的支持率。也就是说，现在变成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美国正在上演一个很坏的一个典范。也就是说，未来所有的民主政治都可以走所谓的民粹主义跟两极化，利用仇恨动员来去把自己的基本盘给固住。而老实说，在这个情况之下，Harris 出来当然是比拜登比较，因为健康状况比较好，拜登比较好的一个候选人。而也是因为这样子后，我们会看到说，在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本命州，他们都已经顾好了，就是这6-7个摇摆州在这边晃。可是6-7摇摆州中间的时候呢，又卡到一个地方。就是拜登，对不起，川普他本身的 image， 他本身的这个形象是非常显著的。他现在变成是所谓的 God bless America in Trump， 这个子弹过之后，他动不动就把这个诱饵的伤势露出来。可是当他这样去做以一种英雄主义、一种很鲜明的这种破坏式的选举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容易出错。变成是说，现在 Kamala Harris 他现在出来之后，他如果说跟川普直接做辩论，他不会输。我觉得，而且上次的辩论，川普也没有表现得好，所以我认为在最后面这三个月之内，最大的变数，除了说看谁先出错之外，还有在下一次，刚刚有提到说他们即将要辩论，可是川普说等你变正式候选人之后再来辩。我不认为川普在下一次的辩论里面会获得绝对的上风，那就是我们很值得看到底美国的摇摆州的民众喜欢哪一种风格的政治人物。上次的那个辩论是CNN 主办，那这次应该是 ABC 主办，但川普说不要福斯，就表示还不太有信心。无所谓啦，休息一下就回来，这无所谓。住得安全，活得平安，一人一点力，爱就大无限。哦，这次下雨啊，中南部原来以为是北部下雨，对，搞了个半天跑到中南部去了哦。那高雄受到重创啊，下雨前10名大的地方，高雄占了好几个啊，台南也不少啊，港都变成水都啊。那高雄人说哇，好像88风灾又来了啊。那另外呢，这个三民区4000多户停电这很头痛啊。12个小时，居民气炸了，说台电不接电话，他怎么接他不接啊？接了被你骂而已啊，不接。到昨天晚上入夜水还没有退，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没退哦。
那有很多地方呢淹黄泥水，民众呢就很生气，民众一定生气了，是搞什么鬼啊？我们纳了税交了钱，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啊！居民就是抱怨呢，淹水没人管，晚餐也没着落哦，淹水还吃什么晚餐哦，根本很难做了哦。那另外呢，这个高雄有一部分地区今天说正常上班上课，有些地区可能没有那么严那么厉害，就哇，网路塞爆了，赶快陈其迈，全市都放台风假哦，不管哪个地方，全部放台风假哦。那台南今天没有台风假，也是被骂死的，是要我们划船上班吗？哦，要我们划船上班吗？哦，白乔英议员是说，高雄需要一个治水市长哦，每次遇到大水就会变这样了。韩国瑜捐了5000瓶消毒水给南部，我们看一下。高雄楠梓区在凯米台风远离后，周四晚间雨势忽大忽小，路上还是到处都是小河，不止超商店员卖力扫水，还有民众外出买东西，看到这景象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东张西望，看看哪里才是最佳路线，过马路还有点吃力。就是因为本来的积水还没退，又接近满潮时间，人孔盖也不停冒水，警方也只能把危险路段拉起封锁线。三民区正兴里也被波及，采访时水是退了，只是这画面怎么乌漆抹黑？原来有大约1310户停电超过6小时，狂风暴雨后还得摸黑清扫。这个虽然哈，陈其迈呢强调就说他的这次的雨量啊是。莫拉克风灾再加上另外一个这个大的这个台风的这个总雨量，但是我们知道呢，高雄这个地方呢，它所收到的不管是前瞻这个预算哈的治水的经费，各样的这个治水经费，从马英九时代开始，它都是最多的啊。那而且呢，它的治水的这个工程是在莫拉克台风之后啊，他们又拨给他们一大笔，所以它的治水的这个基础应该在这个莫拉克之上，好，再来更做一个加固。可是这次呢，全盘完全都失效啊！联合报的一位记者呢，王昭月呢，我觉得他写的这句话写得非常的好。他说前瞻的治水的政绩是要靠老天爷来验收。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讽刺的事情啊！当然啦，就是说更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的，就是高雄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水灾，然后到处呢，这个高雄呢，整个这个市几乎就是已经泡在这个水里面了啊！然后还有这个民众呢。这样子用人肉啊，在地下，在这个停车场那边去做这个挡水墙哈，但是非常的夸张，还有那么多的这个1450高雄的死忠的民进党的支持者，还在那边替这个陈其迈呢叫屈啊，就说啊，这实在是因为是雨实在太大了啦哈，然后呢，这个陈其迈已经做得很好了哈。我觉得大概只有呢，在民进党的执政的这个县市啊，陈其迈这个黄伟哲呢，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我看黄伟哲都没有那么的好命，只有陈其迈有这样的好命啊。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大的这个风灾之中，治水成绩呢，完全不但是0分，而且是负分的这样子个政治氛围里面呢，有一个人呢却是大大的得分了啊，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啊。卢秀燕实在是越来越接近了选这个总统的格局，而且是越来越有总统相了啊。他打电话给这个陈其迈啊，就关心，就说高雄的地方需不需要他们台中呢来帮忙啊。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关键的时刻呢，没有口水。好，没有去批评啊高雄的做法，没有去加入这样子的一个阵营里面，没有去哀叹说什么中央的治水的预算呢偏高雄，而轻了台中，轻了这个蓝营执政的县市，而是伸出了一个这么温暖的手。我觉得卢秀燕的政治格局跟高度呢，在这场的风灾里面呢，是大大加分了。是，我自己是高雄人啦。其实，在台风假的这2天，有蛮多我的朋友都有跟我说，高雄风雨真的很大，然后很多人甚至都打电话来问我说啊，你的老家在高雄，那高雄现在怎么样？你老家有没有怎样？所以其实大家都很关心，所以大家就知道这次南部真的是整个风雨就是交加，然后非常的严重了。那不过
当然就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风灾，真的算是近20年来真的是风雨非常大的这样的一次。那所以当然这也是考验前瞻基础建设跟过去这个治水的绩效好或不好的一个最好的时刻。那当然我们会看到，其实大部分的水大概都在1个小时左右，其实都退去了。那当然我们也都知道，其实治水到底水利建设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用，其实这跟投入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你如果花越多钱，你当然可以把它盖得越好，可是当然你要花那么多钱，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本。那公共建设预算是有限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这个最好的使用。那所以我们一定会选择是一个 CP 值最高的方式。那现在高雄现在有25座的这个滞洪池，那这个滞洪池相当于大概2490座的国际标准游泳池。我相信大家应该去游泳过，就知道那个国际标准游泳池是挺大的。那当然它一定是有发挥滞洪的效果，不然今天这个水不可能在1个小时之内全部退去。那过去有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治水经费投到中南部，也是代表说这个地方其实非常需要。就我觉得因为就我自己是住过高雄的孩子，所以大家应该要知道说，其实高雄跟台北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像我自己之前第一次来台北，我也觉得哇，怎么台风过后就没有塞巴吼？结果没有，结果这个高雄完全不一样。基本上台风过去之后，可能还会豪雨下1周。所以这个整个气候的变迁跟这个气候的方式，这个样态其实是跟台北是不太一样，都有各自的区域。那所以我们这次看到高雄的降雨量，这个山区高达2200这个毫米，那真的是史上最大。那在市区也有1200。那在这么高的一个状况下，当然我们会有一些这个状况出现，不过整体而言，其实这个治水确实是有效的。那我觉得大家还是真的是有受损的地方，我们当然也是要用经费补偿或等等的方式去想办法协助他们就是复灾。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现阶段大家要去比较关注的部分。好，那么到底高雄原来说不要全部停班，现在急转弯全部停班，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水都堵住了，也不知道怎么。我若不上口白，你真的听得到民众讲了什么吗？高雄市风雨都还这么大，但高雄市府晚上8点多只宣布山区达到停班课标准，其他地区照常上班上课。不少人哀怨淹水要整理一堆东西，停电跟淹水都没处理，真的很傻眼。是因为某些人有专车接送没差才这样宣布的吗？还有人直言惨了要被骂爆了，因为机车、汽车、家具都还泡在水里，家里一片泥泞，又停电好几个小时。三民区淹水这么严重，真是不食人间烟火。已经等了快8小时的电了。晚间9点20分，高雄市政策急转弯，有部分地区还有积淹水善后事宜，为求市民安全及重建家园，7月26号全市停止上班上课。郭成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区是在高雄，确实高雄非常严重的哈。那至于天灾无法抵抗，人后不可原谅。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嘛，所有的前瞻计划、水源计划，通通都在南部地区。可是这次啊，我有一个感受了哈，赖总统愿意下乡，愿意去看灾，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不太赞同他认为说，莫拉克的时候，还淹了1层楼，现在只淹3层。30公分，这一点，我想，总统去啊是要安抚人心，安抚基层，以及啊，说实在的，安慰所有老百姓，让他有信心。所以不要去吹嘘。所以这一点，我真的还蛮期望赖总统你去看灾是个好事，但是其他不愉快的事千万不要讲。那当然，我也知道你是在表现说哦。这个以前是这个整楼的水淹，那现在只淹30，那我代表我1000多亿下去做治水是有用，但是时机不宜。所以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为什么过去马总统也很认真做啊，可是就有一个人跟他陈情说，我们都等你等不到，只有一句话，马总统说啊，我不是来了吗？你知不知道他的民调掉多少吗？所以这些。政府有在做，没有在做。事实上，淹水是事实，所以我是觉得啦，赖总统去关心老百姓，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千万不要再做政令宣导。主要是说过去20年了，我们花在治水的钱呢，超过1兆，超过1兆，光前瞻计划的8800亿，治水就2000多亿，钱到哪里去了？打水漂了，怎么回事？休息一下再回来。